长期以来，人们发现海面上空的信天翁随便拍几下翅膀就能长时间飞行，这让科学家十分好奇，想揭开它们远距离翱翔的秘密。为此，20年前有好事者来到南大西洋的南乔治亚岛，并在西北部的博德岛活捉了46只正在繁育后代的信天翁。通过 GPS 定位追踪器记录下了其中44只的飞行轨迹和883次地速测量记录，发现很多信天翁一次飞行的留空时间可超过16小时，每次飞行距离长达上千公里。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信天翁大都是以奇怪的 S 型路径在侧风中飞行。经计算，这些活捉的信天翁平均体重8公斤，平均翼面积约 0.6平米，因此时速速度为 14.4米每秒。从 GPS 采集的地速看，它们在大部分飞行时间里地速都低于时速速度，这说明信天翁是依靠逆风飞行获得了长时间翱翔的动力。原来大海上的风贴近海面一层会受到强烈的摩擦阻滞，将动能传递给水面，推起了波浪，因此风速有明显的垂直梯度，这又造成气流被波浪的迎风面动力抬升而上偏，使波浪被风面出现气流边界层分离形成的风切变薄层，以及顺时针旋转占据波谷的分离涡。此时一只贴着海面飞行的信天翁如果进入波谷，就会被涡流推动加速，穿过风切变层后，它的空速就会突然增大，然后被海浪迎风面制造的上偏气流推动爬高。据观测，海面横风的平均垂直上升速度约为1米每秒，能使信天翁获得约 0.5米每秒的爬升率。当海面风速5米每秒时，可让平飞的信天翁升高9米，而风速为10米每秒时，可将它推高20米。此时信天翁迎着侧风不断爬高减速，地速接近0时到达最高点开始转弯，又在侧风推动下进入俯冲，依靠势能和风的动能不断加速，然后瞅准一个波谷钻进去，再次被分离涡加速，然后再扔出来进入上升气流里开始下一次循环。所以聪明的信天翁是利用高度势能和在快速的风里顺风俯冲来积累动能，并利用波谷内涡流和海浪的上偏气流的抬升做功，弥补爬高的动能损失。这样它在大约10秒钟的循环周期里，每次都可爬升到基本相同的顶点高度。信天翁用这种蛇形走位的动力翱翔方式，能保持大约16米每秒的平均空速，一次就可轻松滑翔上千公里。根据这一原理，有人用遥控滑翔机模仿信天翁，让它在悬崖背风面后面的涡流回流区和高速气流区里来回穿梭，依靠涡流和高速来风中的气压梯度反复获得向前的压力而持续加速。测试中，这架滑翔机在这2股反向气流中不断盘旋加速，最终达到了时速548英里，也就是每小时882公里。由此可见，风力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并且风的功率以风速增量的3次方倍增加，也就是风速提高1倍，功率提高8倍，风速提高3倍，则功率提高27倍。如果将1秒钟内通过单位面积的风的动能称为风力密度，那么地面附近的风力密度通常低于每平方米1000瓦，而高空的风力密度可达到每平方米5到10千瓦。为收集这些能量，北京临沂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研制了一款 S500 型涵道式浮空发电机。这种发电机的机体是个直径15米、长度23米的中空氦气飞艇，内部有个截面呈收敛扩张型的涵道，使高空来风在收敛段不断加速，动能进一步提高，以推动喉部直径4.6米的发电机叶片。在测试中，这种发电机升至500米高度，发电功率可保持在50千瓦以上，并且稳定而持久。就在前几天，该公司在江西共青城又测试了发电功率更大的 S1000 型，它升高到1000米高度，发电功率超过100千瓦，刷新了浮空风电系统最大升空高度和单台浮空器最大发电功率2项行业纪录。虽然涵道式浮空发电机和信天翁都在巧妙利用大自然馈赠的免费能源，但对航模玩家来说，操纵一架后掠翼滑翔机在悬崖背风面一直加速，希望有一天它能超过音速在山谷里响起音爆，才是玩航模的终极挑战。